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，让我们一起识读《周易》。读易就是要通晓世间的大道真理。敬天爱人，正是争名得以繁衍、文明得以更续的根源。天就是君子的表率，运转不息，刚健有为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1973年，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珍贵帛书，被运往北京。真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！是啊，目前为止，我们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50余种、13余万字的帛书文献，这真是一个艰苦的修复过程。是啊，这批帛书里啊，包含了《周易》《道德经》等重要的古代典籍。涉及了战国到西汉初期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思想、科学等各个领域。其中这发现的《周易》抄本啊，是目前为止最古老的抄本之一。现在《周易》的通行本由《易经》《易传》组成，《易传》相传为孔子所作。但有学者认为，孔子连易都没读过，所以不可能做《易传》。哎，快看，帛书《周易》竟然有未曾发现的内容，其中记载了子贡向孔子请教易的对话。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？这是子贡向老年孔子询问为何这么喜欢读易。这里还有，夫子老而好易，居则在席，行则在驼。孔子晚年喜读《易经》，在家中也要放在身边，出门都要随身携带。那这足以证明孔子是对《易经》有深入研读的。孔子不曾读易的说法不攻自破呀。夫子，何以老而好之乎啊？您手不离易，勤于翻阅，这围边也多次断绝啊。易呀，每读一遍，都有新的收获。效法天，自强不息；效法地，厚德载物，方为君子。文王等先贤作易的时候，早就把天道蕴含在这字里行间了。乾元生万物，坤元载万物。元亨利贞，元者万物之始，亨者万物之和，利者万物之长，真者万物之成。我推演天道作文辞，希望后世推易道以明人事，探寻其中的天地大道。我华夏先祖探寻天道，相传上溯至先祖伏羲。我仰观象于天，日月交替，昼夜变化；俯观法于地，山岳耸立，江河奔流。日月依于天，万物复于地。我和族人生于这天地之间，头顶苍天，脚踏大地。我感知乾坤大道，于是一画开天地，画出大道至简，以此敬畏天地，护佑族群。敬天爱人，这是先贤留下的大道。
人耕三圣，势立三古。一部典籍，历经3位先贤，跨越3个时代。相传上古伏羲留天地之象，中古文王演易经之道，晋古孔子及弟子后学著易经而成易传，经传合一，终成周易。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，让我们一起识读中华原典《周易》。打开典籍，品读中国，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。我是王佳宁。古圣先贤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在物换星移之间寻找乾坤变化、万物始终的规律，推天道，以明人世。一部《周易》囊括宇宙，以哲理性的总结和思考，揭示先民对自然、社会、人世统一和谐的独特认知，启迪涵盖万有的深邃东方智慧。今天，让我们与3位读书人一同来品读这部被誉为群经之首、大道之源的中华原典《周易》。每天鲜活多一点，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。光明乳业，乐在新鲜。中国味鲁花香。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特约播出，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。植物补益，读书有底气。感谢云南白药集团季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。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，下载央视频 APP，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，专享幕后精彩内容。各位老师好。刚刚在开场戏剧中，我们也看到，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中，我们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《周易》的手抄本之一。那这一次的发现，也让我们知道了孔子在晚年对于《易经》的仔细研读，也让我们看到一位智者对于《易经》的理解和思考。对，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6经和孔子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，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。其中易就是指的易经。在此之前呢，孔子是否是易传的真正作者，甚至于孔子是不是读过易经，都曾经被人所质疑。恰恰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，彻底的将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比较盖棺定论式的结论。我们可以说，孔子在晚年确实对易经有着非常深厚的研究。有一个成语也是形容他这段佳话，围边三绝。围边三绝这个记载呢，见于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说，孔子婉而好义，围边三绝。这个围啊，就是用牛皮做的绳子。他看这个书看的时间多了，次数多了，而绝就是断的意思，就是指这个绳子断裂。由这个我们可以想见，孔子晚年是多么频繁的、多么投入的在看《易》这部书。在《论语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，叫“假我数年，50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”。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再给我几年时间，哪怕我晚从50岁我开始读易，我也可以人生少犯错误。这个话呢，我们品味它的含义啊，它是老了，觉得时间不够了，可能略带一点后悔。孔子晚年对《易经》这本书有重新的一种认识。那么在刚才的戏剧当中呢，我们也说到，《周易》的形成是人耕三圣，势立三古。那么三圣其实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就是伏羲、周文王、孔子。那么三古就是这3位先贤当时所处的这个时代，上古、中古和近古。对，伏羲在我们中国呢，他既是一位神话人物，同时呢，也是出现在我们史书当中。他带领自己的族群，在改造与认识自然的过程当中，不断的去对自己所从自然当中获得的知识加以总结、加以归纳，形成了我们《周易》当中最早的这样一些符号体系。这实际上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在文字出现以前对于世界的理解与认知。
司马迁说过：“文王居而演周易。”相传《易经》是诞生在商周之际，是周文王所做的。到了文王的父亲季历的时候，商王朝就封他做西方诸侯的首领，但同时呢，对于周国的势力呢，也是心有猜忌的。所以后来商王文丁就把季历给杀掉了。后来是文王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，还是服从于商王朝。对，因为周文王他非常贤德，很多贤者投奔他，这引起了商纣王的嫉妒，因此他将周文王拘禁在羑里长达7年，还杀死了他的儿子伯邑考。这样的绝境中，周文王没有放弃，而是潜心推演伏羲留下的天地大道，将自己对天下局势的分析加入其中，完成了《易经》。这段历史后来被司马迁概括为“文王居而演周易”。虽然是个传说，但是要点是那个居，在一种混沌之中、艰辛之中，反而能激发我们的智慧的力量，让我们去克服困难。那么到了春秋末年，孔子学易传易，其实可以说孔子是对易经思想体系进行了一次哲学的转化。孔子早年对这种占卜算卦瞧不起，他说过一句话：没有智慧的人才去占卜，没有德行的人才去算卦。我看易经，我跟他们是同途而殊归，我们走的好像是一条路，但是我们的归去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孔子其实也是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是，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，孔子呢对于易经的改造，使得易经从过去更多的关注于天象，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进行一种转向，开始关注于人与人之间、人与内心之间的一种关系。在教授弟子的过程当中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最终被他的后世弟子总结为今天所见到的《易传》。正是由于《易传》的出现，促使《周易》从占筮之书转为易理之学，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。《易传》呢，它实际上代表先秦时代中国人哲学思维的最高境界。它站在人文的角度上，对此前的《易经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、提升性的转化。因此，如果仅从占卜算卦的角度去理解这本书，既不全面也不正确。在当代，我们更应该从正确的角度阅读理解周易，关注其中的哲学思想。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周易的背景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其实最熟悉的几句话应该就是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天运转不息啊，代表了一种刚健有为的精神；地呢，承载万物，代表了一种德行上的厚实；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代表了认识到社会的发展、人类的进步，还要遵循它必然的客观规律，要有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，要努力前行，砥砺奋进。此外，我们还经常说要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，与时俱进。原句呢也是出在《周易》里，范易之道，与时偕行。《周易》中还有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。它的意思就是要强调要明察天道，同时要体察民众的忧患安乐。这一点是中华古代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，就是民本思想，体察对人民的关注。谢谢几位老师。那么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的舞台上，将会怎样讲述周易背后的故事呢？我们先去点读会看看主创人员们是如何识读这部典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点读会，我是中国国家画剧院院长田庆新，也是节目的艺术总监。今天我们将要品读的是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典籍《周易》，欢迎各位到来，请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慧春，在戏剧中饰演孔子。我是演员邵兵，在戏剧部分呢饰演的是周文王。
我是典籍里的中国节目组的总编剧张坤鹏，谢谢大家。请王贵春老师和邵兵老师谈一谈出演《周易》有什么感受？我看到我们的剧本，把神采绝良的孔老夫子和求于有理的周文王，在平行的空间照应起来。身处相似逆境的两个人，都是在凭借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精神，探寻天地之道。这种同框设计，让我们读起来特别的震撼。我对文王最早的认知呢，是源于一句话：“文王居而演周易。”我们后世呢都称他为周文王，实际呢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贤王。读剧本的时候呢，周文王伐崇一呼百应的英姿呢，经常会闪现在我的面前，让我热血沸腾。为了给观众们更好地解读《周易》和《周易》背后的故事，总导演带领我们一起制定了以孔子的视角来讲述周文王振兴周国、求于有理、革故鼎新的故事。我们也是穿越了上古、中古、近古，让伏羲、周文王和孔子展开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谈。在《周易》中有一句经典名言，在我们的剧本中也反复出现。我们请王慧春老师和邵兵老师为我们读一下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。能够呢饰演周文王这么一个贤能的君主，我特别的高兴，也特别荣幸。典籍蕴藏中华千年文明，值得一生品读。学无止境，古圣先贤身上的高尚品格和崇高精神，值得代代相传。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，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相信一定会拍出一部大家特别满意的典籍里的中国。夫子今日幸谈讲学，诸位前来听学的弟子，有志于学否？有志于学。汝等愿为君子否？愿为君子。好，随我入幸谈。
见夫子。诸位进入杏坛，当勉力为学，学为君子。今日我们首先讲义。谢夫子。相传孔子晚年周游列国之后，回到鲁国，在杏坛讲学，广收弟子3000。孔子删书6经作为教材，而这当中义成为孔子最重视的典籍之一。夫子为何要先讲义？晚辈也想知道先生为何喜爱讲义。加我数年50以学艺，可以无大过矣。你是何人？晚辈是来自20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，名叫萨维宁。先生所读的易，在后世被称为《易经》，而先生对于《易经》的解读，精明的弟子后学不断的完善，集合诸子百家的智慧，整理成为《易传》。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在后世合称为《周易》，位列群经之首，是中华原典。你都读到了些什么呀？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符合我对钱的理解。你还读到了什么？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也符合我对坤的理解。但是，《周易》这部典籍实在太难读了，还望先生为我们详解。萨君，快坐。谢先生。坐。天之运行，4时交替，昼夜更迭，岁岁年年，无有止息，无有差错。君子当效法天道之鉴，以自强不息。地势坤，即地势顺。君子应该效法坤地之厚德，容在万物。这2句话蕴含着大道真理。读易就是要通晓世间的大道真理。相传易是文王所作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说的正是文王修身处世、治国理政的德行啊！来，君父，为何带我们来到大山里？来到这里寻找2位贤者。贤者为何居山里？那是因为商王不能善待贤能，所以贤能只能隐居山野。这是国家的损失啊！君父常说，我们应当奉养贤能，让贤能之人不再自食于家。是的，业无遗贤，正是我的心愿。咱们今天可是收获良多了啊！一会儿去我家吃酒。好。敢问谁是隐居的贤者？红妖和太监。贤者，我们就是猎户，只会捕鸟和猎兽。敢问先生是谁啊？这位是我君父西伯。西伯，受我等一拜。快免礼。回西伯，我就是红妖。我是太监。他们就是红妖和太监。我听说2位结网捕鸟时，总能网开一面，不绝于天道；捕猎野兽时，不伤雌幼。当年，伏羲氏察天观地，告诉世人：山中自有天道，山中有鸟兽，泽中有鱼鳖。这是上天赐予人类的宝藏，善取善用，是为
天道。爱护鸟兽，便是爱护自己，这是天道，也是做人的本分。就是这种本分，难能可贵。君子之德，在于爱惜万物；君子之道，在于知万物之始，晓万物之终啊！商汤王之德给予鸟兽，乃成大业。我周国当以贤德治世。我求二位贤者出山，共治周国。我太颠，我弘尧，愿辅佐于西伯。后世记载，文王笃行仁义，尊敬长者，爱护幼小，对贤能之人以礼相待。有时候为了接待贤士，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。拜见贤者南宫阔先生，您为人仁义，早年为将，同袍死于疆场，去其后，事其老。得与君子相遇相知，同心可攻坚克难，同德可利有攸往。不知先生可愿与我共治周国？请先生共治周国。文王以仁德治国，弘尧、太颠、南宫阔3遗生，皆是仁义之士，愿意归顺文王。我一生以诚信行事，愿辅佐西伯。周文王盼望天下，也无疑险。后来在渭水之畔，文王真的求到了一位让周国得以兴盛的长者。诸位等了很久了，不敢惊扰先生垂钓。先生直钩垂钓，为何这钩却离水3尺啊？其中取鱼，乃常人所为。愿直中取贤君，复命者上钩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是那鱼。不，您是贤者。周文王渭水求贤，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就读。后世还有一句话，叫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。这话好。西伯昌，请先生教诲治国兴邦的良策。我曾经侍奉商王，可商王无道。当今天下，若要造福世人，利益万民，必要有大贤能者，取商而代之。西伯，敢取而代之否？我来求先生，是为了周地百姓的福祉，无意取代商王。嘿，天下之贤，居于周地；天下民望，盼周代商。诸侯皆以西伯为贤者，那商王何能不知？你不义代商，商终有一天会害你。如果果真如此，我将如何？
昔日蚩尤暴虐，而轩辕氏修德镇兵，挥云师以讨暴虐，华夏既立，万民乃安。此非为己，而为替天行道。闻西伯善易道而知天理，当顺天而行。你以为这其中的天道为何？天道本源，无非是敬天爱人4个字。先生大贤者，敬天爱人一语道破天机。我等后世子孙，皆应以伏羲为尊，以敬天爱人为己任。敬天爱人，这正是此一方土地生民得以繁衍，文明得以更续的根源呢。牢记这4个字，便能不忘来处，明知去处。先祖伏羲在上，请受后世子孙一拜。先祖伏羲在上，请受后世子孙一拜。诸位先贤在上，请受后世子孙一拜。坤地厚重，能载于万物，而文王得生，则百姓安宁。正如《周易》里所说：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文王在周国广施德政，勤政爱财，敬老慈少，在他的治理下，周国得以繁盛，百姓得以安康，大邦小国井井有条。但是周国的繁盛，也引起了商纣王的猜忌，更引发了崇国崇侯虎的妒忌。大王，西伯昌不满您杀掉九侯和恶侯，常借用此事教育自己的儿子说，训诫臣民要完善仁德，博大宽容。放肆！九侯和恶侯公然忤逆寡人，受刑而亡，那是咎由自取。西伯昌此举，是指寡人残暴无良吗？大王，早在您征伐东夷的时候，西伯昌对百姓减免税收，拉拢人心；对老人加以赡养，以博贤明。贤者投奔诸侯归顺，他这是想取代大王，想取代我！哈哈哈哈哈哈！3公里的九侯和恶侯，就是我平日对他们施恩太多，才犯上忤逆。呵呵，这个西伯昌是想找他们去了。大王不可！周国镇守西方，西伯乃西方诸侯之长，广有威望。如果贸然出去，恐诸侯不稳，到时会天下震动啊！西伯恩泽给予鸟兽，是承袭我商汤先王美德，大王应当褒奖啊！我朝先王灭夏桀，建商朝，你说他是先王，那谁是夏桀？臣不敢，大王饶命！
大王，这种人心里，哪里还有大王您的位置？冲侯虎，你谗言惑主，构陷忠臣。大王，他还在说西伯是忠臣呐！来人！在！把他拖下去，杀了他！诺。纣王凶残暴虐，滥杀忠臣，是要亡国的。对他是以炮烙之刑，烧死他！西伯早晚会取代你。传令，即刻将西伯昌拘禁有礼。诺。哼。姬昌，你贤者自居，收买人心，没想到自己会落到这步田地吧？崇侯虎，你我均为一国之主，你不把心思用在治国理政、顺天安民上，反而来陷害于我，实在是可笑。可悲呀！你周国与商本就是亲戚，如果任由商王信任你，任由你与商王交好，我崇国夹在中间，早晚不是被周灭，就是被商亡。我左侧有狼，右侧有虎，只有让你们两败俱伤，我崇国才能乘势崛起，替代商朝而拥有天下。奸人作恶，不循天道，早晚会自取灭亡。我遵天道，自会脱困。自取灭亡？当年你父季历因战功震主，受商王猜忌，被囚禁致死，这才是自取灭亡。你伪善至极，假借贤德之名骗取天下人心，你还想脱困？你西伯姬昌与九侯和鄂侯并称天下三公，此二人均被纣王以酷刑虐杀。你还想出去？做梦吧！即使我死在有里，我儿伯邑考激发鸡蛋，生而贤能，也能将我周国治理好。好，我今日就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：你那贤能的长子伯邑考，是你要造反的同谋。我也跟纣王说了，纣王把他杀了。贤能的长子伯邑考，纣王把他杀了。奸贼！你不得好死啊！你这奸贼！奸贼！奸贼啊！姬昌，你我差的就这点距离。我
时，我若脱困，我必杀。杀我？你这辈子没机会了。等你死后，我即刻发兵灭你周国，让你剩下的那些儿子们去陪你和伯邑考，这样你们一家就能团聚了。你这奸贼！奸贼啊！天哪！伯邑考，伯邑考，伯邑考，我儿伯邑考。文王求于有礼，痛失爱子伯邑考。正如我晚年失去2位爱徒颜回和仲由。伯邑考跟随文王，追随大道。颜回啊，自幼就拜我为师。仲由也是最早跟随我的弟子。他们随我周游列国，风雨颠沛14年。我们早已情同父子，没想到都向我而去。白发人送了黑发人，文王的伤痛，我感同身受。如果老天让我做一个选择，我宁可死的是我自己，而不是我的颜回和仲由。先生节哀。历经困难，依然坚守大道，这样一份共同的精神追求，最是难能可贵。文王身处逆境，但自强不息。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您和颜回、仲由等贤者共同被困于陈蔡之地，绝粮7日的故事。你说的对，我当年和颜回、仲由等弟子一起困于陈蔡，就是以文王的精神激励自己，坚守心中的大道。
回啊，回！为人呐，要效法天之运行，自强不息，方为君子。自强不息，方为君子。为人要效法地之绵延，厚德载物，方为君子。厚德载物，方为君子。夫子，您没事儿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夫子，您都饿了这么多天了，还是先别讲义了，您还是休息一会儿。是，您就歇歇吧。刀兵在旁，前途未卜。越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下，我们越要勉励自己，激励大家。是。夫子说：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方为君子。”那在夫子心中，何人称得上是君子呢？文王是君子。当年文王求于有礼，他的处境比我们今天要凶险万分。可他自强不息，推演天道，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义呀。君父，谢。我依靠。我最善良的长子。君父，我日后不能再陪您了，您要保重。为父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，枉为人父啊！君父不必自责，不依靠，至死不悔。为什么你奉老尊贤，却招虐杀？孩儿为百姓请命，劝谏商纣，是行君子之道，是遵从君父的教诲，是追慕祖父的美德。你祖父当年受难时，我同样没能救他。吾儿姬昌，君父，不要过于伤痛，也不要为了为父之死而谴责自己。为父但求有功于天下黎民，没有为自己的安危考虑。难道做君子真要以性命为代价吗？啊！既生而为人，此生不应该来做君子吗？天命有福祸，君子应当力求无悔无过。你们为大道牺牲，让我明白，君子之道与天地相残合。君子
效法天地，行光明之举，如日月永恒。对，天就是君子的表率，运转不息，刚健有为。对，天就是君子的表率，运转不息，刚健有为。对，天就是君子的表率，运转不息，刚健有为。天运转不息，刚健有为。效法天，自强不息，方为君子。自强不息，方为君子。商王对天下行残暴之举，伤黎民，损天道，我应如何作为？你应该善待世人，承载万物。善待世人，承载万物，那就必须博大而宽厚。最博大的是什么？最宽厚的又是什么？你应该善待世人，承载万物。必须博大而宽厚。最博大的是什么？最宽厚的又是什么？是大地，是大地呀！大地承载万物，顺天时而延绵，广博无边。我应该效法大地。我们都被大地养育，我们都被大地承载，厚重延绵，承载万物。君子应效法大地。君子应效法大地。君子之德，如大地。地势顺而绵延，以深厚之德承载万物，所以效法地，厚德载物，方为君子。厚德载物，方为君子。君父，伯邑考乌尔，你们以生命践行君子之道，我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德行和表率。身处逆境，不改节操，追寻大道。乌尔，你一定能振兴周国。君父，您一定能护佑天下人。你敬天，护佑人，行君子之道。我要效法先祖伏羲，推演大道。效法先祖伏羲，推演大道。我当年仰观于天，俯察于地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画下天地之道，蕴藏于天地、水火、风雷、山泽之中，留于后人领悟。你们行为君子，你们刚健有为，你们厚德载物。你们
悟到了。谢先祖福兮。在刚才的这段戏剧中，文王被囚，并且得知自己的爱子伯邑考被害，我觉得对一个父亲来说，这应该是何等的悲痛。但尽管深陷如此艰难的困境，文王依旧追寻心中大道，也更加能够感受到他这份毅然和坚定。这就是君子自强不息呀。实际上，在这段戏剧里面呢，孔子扼陈菜的时候还有一句话。就是子路问他说：“君子跟着你追求道，就是这个结果吗？”然后孔子说：“对了，君子固穷，就是君子越是穷困越要坚守，你能固守节操，遇挫反强，刚健有为，才是真正的君子。”刚才戏剧的展现是很有震撼力的，这涉及到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，就是天命观。那么夏商周三代都有天命观。但是到了周开始，天命里边最关键的因素就变成了人的德行，所以我们看到西周人特别提出敬德、保民这一系列的观念。周人说：“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。”就是说这个天地跟谁的关系都是一样的，最后天选择谁呢？选择有德行的那一个。整个中国文明转向了一种人本化的思想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戏剧。文王求于有理，7年时间推演天道，为后世留下意义。他身处逆境，不改心志，为我等做出君子自强不息的表率。请教夫子，文王后来是如何脱困的？君子以厚德载物，诸侯与贤臣皆仰慕文王之德，齐心设法营救他。有绅士黎戎，有雄士纷纷献出宝物。红妖等贤臣们以此进贡纣王，向纣王显示周国在诸侯中的威望。纣王忌惮，恐惹动天下诸侯之怨，于是赐西伯公使抚越，给予他征伐诸侯之权，放归周国。请夫子为我们讲讲文王返回周国之后的故事吧。好，那我就为你们讲讲革故鼎新的故事。革去故也，鼎取新也。文王受命，凤鸣岐山，圣人出也。走走，孝顺讲不讲理？什么你们的路？陆权分明到了我们瑞国的境内，那是到了你们那就是你们的吗？瑞伯，你们瑞国的猎户猎杀了我们虞国的鹿群，是你们理亏。笑话！虞伯，这鹿跑到我们瑞国来，那就是我们瑞国的，我们想抓就抓。那是我们虞国山民蓄养的鹿群，你们应该奉还给我们。你说是你们虞国的，就是你们虞国的鹿了。我们找西伯评理去。走，走就走。哼，这羊应该归你。不，都是你的嘛。两位贵人，你们给我评评理。二位请讲。这我家的母羊跑到他家里生了小羊，他帮我喂养许久，还要把母羊和小羊都归还于我。我觉得这母羊我可以留下，但小羊一定要给他。我就是暂时替人喂养，这母羊跟小羊都应该归他嘛。
我不能占为己有啊。是你付出了劳动，展示了美德，我应当是有所回报的。西伯敬老慈少，也显示了美德，何曾向我们索要回报啊？我要学习西伯，不能收你的小羊。两位贵人，我到底该不该收下小羊？我到底该不该归还小羊？我觉得二位都是有美德的人。我们哪有资格裁决周人的事情？是，周人是我们的表率呀。没脸见西伯了，我也没脸去。他曾经对我们有恩，但是我们却没学到他的美德。我要把猎到的鹿都还给你。瑞伯，鹿不重要，我们要做友好的邻国。对，做友好的邻国。诸侯友争讼，不再到朝歌去朝见商纣王，而是纷纷找西伯裁决。像虞国和芮国这样没有见到西伯就消弭了纷争的故事，我听说过不止一次。这就是美德的力量啊！据历史记载，当时很多诸侯都说，西伯是受有上天之命的君主。西伯受命于天，革故鼎新的使命就落在了他的身上。君父，你们巡访各地数日，结果如何？军营的士兵纪律严明，勤于操练，不扰黎民，长者得以奉养，境内的长寿者越来越多。年轻的周人们喜学文，爱习武，精于农艺。官员们皆有美德，待西伯行善，责于黎民呐。听了大家巡访的结果，我心里甚是宽慰啊。我周国得以振兴，现在是时候为我兄长报仇了，应立刻出兵伐崇。不可，贸然兴兵伐崇，会为崇国的黎民带去灾难。报！芮伯、虞伯求见。芮伯拜见大王，虞伯拜见大王。二位诸侯急忙赶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大王，崇国的百姓饱受崇侯虎暴虐之苦，用尽力气劳作，依然无法吃饱穿暖呐。大王，崇国很多百姓逃难至我虞国，但那崇侯虎却命我等遣返难民，否则就要伐我虞国。我芮国也是一样，我和虞伯不忍将他们遣返，眼看他们送死，特来求助大王。请大王救救这些难民吧。大王，崇侯虎不但助纣为虐，还对崇国黎民施以暴政，诸侯不满，黎民受苦啊！到了大王行天道的时候了。大王，请大王行天道，应民心，伐灭崇国，革除暴虐之商朝。为王者，当以造福天下万民为己任。我以殷商为鉴，以民心为鉴，心里早有答案。为今欲要造福天下，唯有变革一途，
变革的目的不仅要推翻旧的暴政，更要建立新的统一。各诸侯国统一于新的礼制、新的美德、新的法度，此之谓革故鼎新。我等愿随大王革故鼎新。众人听令，集合军队。崇国助纣为虐，致使生灵涂炭。我周国遵循天道，因救黎民于水火，伐虫灭商，革故鼎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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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众将听令。诺。我伐崇国，是为了护佑黎民。今日在此，严明军纪：一，不许杀害黎民；二，不许破坏房屋；三，不许填埋水井；四，不许砍伐树木；五，不许伤害牲畜。犯此5项军纪者，并斩不饶。遵大王令。进军。军父，崇国城墙十分坚固，久攻不下。我军连番攻城，伤亡颇大呀！众将听令，暂停攻城，休整军队。革其故，鼎其新。即使像文王这样的君子，也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过程。据历史记载，文王伐崇，战事极其宏大。无奈，崇国的城墙实在太坚固，周国和诸侯的军队苦战数月，久攻不下。但文王没有放弃。后来，他修教军民，振奋人心，再伐崇国。姬昌，姬昌，看见这些奴隶没有？看见这些贱民没有？你不是爱民吗？你若攻城，你将箭先对准他们，把他们先射死。大王，崇侯虎驱赶无辜黎民，在城墙上长箭，阻挡我军攻势啊！军父，我军将士进不敢放手攻击，退又恐遭伏击，进退两难啊！楚国虎策举渐恶，我若顺势破城，必然伤亡惨重，血流成河。号令众将按兵不动，射杀百姓者，斩！报！敌军援兵正在来袭。一旦崇侯虎的援兵到达，腹背受敌，我们必败无疑。或进或撤，请军父速决断。崇侯虎就是禽兽，他把我的父兄给拉到城墙上去挡箭，没活路了。咱们拼死一搏，攻上城墙，杀死崇侯虎。横竖都是一死，
拼了！若能引西伯进城，咱们就还有活路。对，杀死崇侯虎，攻赢西伯。我干了，我也干了，咱们一起干。对，一起干，杀崇侯虎，赢西伯，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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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君父快看，崇国的黎明举事了。崇侯虎无道，不战自乱呐！你们敢反？啊，快加了他们！你们敢反，把他们都杀了！快，全都杀了！崇侯虎，残害黎民，将士们，受够你了！你们也敢反？拿下！崇侯虎已被擒拿，压下去迎接西伯。崇国居民共迎西伯，崇国居民共迎西伯。君父，崇侯虎被擒了，崇国的军民在迎接我们。随我进城，拜谢崇国军民。西伯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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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伯昌，拜谢崇国军民。拜谢崇国军民。西伯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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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崇侯虎残害黎民，拖下去，斩！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西伯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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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文王伐楚，顺天应民，上下一心，最终取胜了。周文王伐崇胜利，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，为后来武王伐纣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周朝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。但可惜，伐崇胜利几年后，周文王就在西岐病逝。我姬昌一生崇敬贤能，爱惜律令，顺应天道。今我周国民生安乐，贤能汇聚，诸侯乐服。但人生有限，我只能做到这儿了。君父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以仁德治国，以礼乐教化，修德振兵，兴系黎民，使老有所养，幼有所教。谨记君父教诲。你们要担负起革故鼎新的使命，订立新的大一统王朝。君父，
怎么办？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得到。君父，我们一定能做到。文王与周国众贤革故鼎新，振兴周国。武王姬发，周公姬旦，继承父亲文王的美德，推翻了商纣王的暴政，建立了周朝，开创了礼乐治邦的大一统盛世。每当我讲起这些先贤的故事，都让我神往啊！我们后世都知道，先生一生期盼的就是天下大治，天下大同。您学艺讲义，都是为了向天下传播美德和大道。学生今日第一次听讲，才明白先祖伏羲氏为何画天地之象。听夫子讲义，君子之德与天地相参合。君子为政，革故鼎新；君子为学，也应传承创新。敬天爱人，乃我华夏文化之根本，应当永世奉行。好，好，好啊！你们都学得非常好，温故而知新，学艺更应该如此。谢夫子教诲。先生可愿随我到后世去看一看《周易》的流传？好啊，请，请。故曰：易道深矣。人耕三圣，事立三古。萨君，此为何人？这是在您500多年之后，东汉史学家班固。他认为《周易》的成书离不开您和先贤伏羲，还有周文王，所以把您和2位先贤并称为三圣。把我和伏羲、文王并为三圣，哎呦，愧不敢当啊！您是当之无愧。物无妄然，必有其理。我偏习《周易》，研究当晚，无舍寸阴。此人，这是在您700多年之后，曹魏时期，一个少年哲学家，他叫王弼。他在《周易略历》里说，天地万物的生成和运行，都不是随意的，一定有其必然的规律，遵循自身的道理。他说的不错，易道中蕴含了天下的道理。他也为《周易》作注，以思辨的哲学高度向世人宣扬三圣留下的易学大道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此人，他是在您1500多年之后，北宋思想家张载。他和周敦颐、邵雍、程颢、程颐4人并称北宋五子。他们以《周易》的思想作为依托，建立起了理学的哲学体系，并且从中引申出一套经世之学，培养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。好啊！传说在遥远的东方，
数千年前，出现了一个叫做伏羲的哲学家，他留下了一些古老的图像，东方古老一度中道庙，连同着一些真理，他和我的心算术是完全一致的。萨君，他是2000多年之后德国的哲学家、数学家，名叫莱布尼茨。他发现并且完善了二进制的计数法。何为二进制啊？二进制就是只用0和1排列组合而成的一种进制方式。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乾和坤作为基础，然后用《周易》里的这些符号的变化来表达世间万物的规律。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，二进制成为了信息科学的基础，而且应用到了互联网技术当中。经过几轮的技术迭代，现在我们正在迈向万物互联的时代。何为万物互联啊？打个比方吧，这浩如烟海的典籍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0和1，然后存到云端。您想看其中的任何一个篇章，只需要在索引里轻轻一点，它就会出现在您的眼前。哎呦，萨君呐，要是在我那个时代有这万物互联，那我就可以看更多的典籍了。是啊，不仅如此，它还能让我们看到《周易》在各行各业里的应用。您看，点点你好。你好，撒贝宁。你能为我们说说你所了解的《周易》吗？《周易》流传数千年，它被广泛运用于人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。那据你统计，在人们读《周易》、用《周易》的时候，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哪一句？根据我的分析，在《周易》中，人们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还有呢？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谢谢点点。再见。不出我所料，就是这2句。这可是易中的精髓呀！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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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隔了数千年，这2句话依然有着让我们为之振奋的力量。我相信刚才在齐颂的时候，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所有人和我一样，心潮澎湃。这也正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在产生的共鸣。《周易》中有“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也”，说的是中国人谦逊包容的民族品格；又有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”，是描述团结一致、齐心协力的优良传统。可以说，从伏羲的仰观俯察天地开始，《周易》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典籍之一，
就承载着中国人感知世界、总结规律的思想成果，指导着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准则。刚才的节目使人感受到一种震动心灵的力量。文王把德引入到义里去，孔子把社会伦常引入到义里去，朱熹就直接把礼称作太极，王阳明也是用义这个体系来解释他的哲学。整个的义在中国文化当中，它是一起发挥作用的。义大概是从明末传到西方去，到目前为止，西方学界认为《周易》是最能代表中国哲学的典籍之一，也是代表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典籍。周易是一种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智慧，它对于中国文化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价值。而在中国的文化典籍当中，周易是最具有这种探索未知的这样一种精神的。就像徐老师刚才所提到的，周易恰恰是中国最哲学，同时也是最世界的一个代表。大道至简，生生不息，穿越数千年时光，周易上溯先民智慧与思想的源头，下启文化的更替与文明的觉醒，其中所蕴含的哲思深奥精微，包罗万象，而这些也早已经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脉和基因之中，关照着中华民族的当下和未来。我们再次感谢3位读书人与我们共同识读周易。我是王佳宁，下一部典籍，我们再会。每天鲜活多一点，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。光明乳业乐在新鲜。中国味鲁花香，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特约播出，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。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，下载央视频 APP，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，专享幕后精彩内容。